像我之前有遇到一种是两个小女生，可能是同事或朋友之类的，就想要住一起，然后分摊房租。这个我建议你把它筛选掉哦，这不是歧视哦，是你现在就有老婆了哦，我们自己就要避嫌，你知道哦，那你就尽量找那种看起来就是正常的一对情侣或夫妻的那种，就没什么事。那如果是两个宅男工程师多元成家的这种，这种也是可以哦。因为工程师遇到事情哦，这个自己处理就好了。所以你要知道电梯两房的租客怎么挑哦。除了我们刚才讲的那些之外哈，我还有遇过很多做八大的或8+9，那跑来租电梯两房，他们怎么样？他们爱面子，可能行业的特性哦，他们那个行业你就是要瞪给人家看哦，来显示你有实力，所以他们很喜欢去住那个新灿灿的很美的新大楼，这样老公寓是绝对不行的。那这种的话，你也把它筛掉。租霸 out， 电梯两房这样挑租客才能守住投报率不踩雷。先说结论房客就尽量找一对夫妻或两个工程师，这样比较不会遇到问题。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中产阶级夫妻应该挑学区房吗？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中产阶级夫妻自产要怎么挑房客。那接下来我们讲挑房客我们之前有说，如果你买电梯中古3房是不太会遇到管理的问题，但是有观众来跟我说，他们因为小孩要出生，所以已经搬到电梯3房去住。那之前住的那个电梯2房买还没有5年，就现在卖掉很可惜。他问我说，那他要来出租要怎么挑租客这样？好，这次我们就来聊怎么挑租客。基本上，如果你是电梯2房的话，租客是不用太担心，因为会来租到电梯2房的都有一点经济上的实力这样最烂的客群大概就是套房或是公寓这样问题租客会最多。像我之前有遇到一种是两个小女生，可能是同事或朋友之类的，就想要住一起，然后分摊房租。这个我建议你把它筛选掉这不是歧视是你现在就有老婆了我们自己就要避嫌，你知道那你就尽量找那种看起来就是正常的一对情侣或夫妻的那种，就没什么事。那如果是两个宅男工程师多元成家的这种，这种也是可以因为工程师遇到事情这个自己处理就好了。所以你要知道电梯两房的租客怎么挑除了我们刚才讲的那些之外我还有遇过很多做八大的或8+9，那跑来租电梯两房，他们怎么样？他们爱面子，可能行业的特性他们那个行业你就是要瞪给人家看来显示你有实力，所以他们很喜欢去住那个新灿灿的很美的新大楼，这样老公寓是绝对不行的。那这种的话，你也把它筛掉。怎么筛？请都要拿名片如果他名片拿不出来，或名片上就写什么叉叉娱乐、叉叉经济那这个就不太好吧那你就找个借口，然后就婉拒掉就好了，不要跟对方起冲突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我自己会小心就凹你押金。一般我们来看591的时候，上面都会写2个月押金嘛那他都看到了，他还跟你凹就是想占便宜或财务上真的有问题这样我就很不喜欢。白纸黑字都写了，还在那边试探。如果是杀房租这种导致比较能够接受，那就是议价嘛那有合理的理由的话，我们也会有议价的空间给他这样。最后你要知道怎么保护自己。通常我们在前面的这个面试关卡已经可以筛选掉大部分有问题的人了。接下来就是用合约来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3个方法来，我第一个建议说，你不要去买 7 的制式合约，因为那个合约很阳春，它的写法比较偏向房客。那我们也没有要凹它，你就自己弄一份合约比较双方有保障。就是内政部不是有范本，跟你去查很多的那个，你就找包租代管公司好的网页里面，他们通常都会提供租约范本，然后他会压他自己的浮水印，那个没差你看一下人家专业的租约是怎么用的。第二个建议是不要签长约，合约是1年1签或2年1签就好了。这样你到时候要异动要什么的都比较好处理，反正你就行事历记一下，未来要换约提前通知，这样就好。第3个建议是你要照规矩来就是该报税就要让人家报，租金你就是往上调，这样就好了。再来是电费实支，反正你不要去干那些违法的事情。你现在干那些违法，你就是跟政府正面对干，那你就很麻烦政府现在正在冲政策的业绩，你不要在那边跟他对干那你都有做到的话，我相信你的电梯2房出租会蛮顺利的对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
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哦，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 50% 是自住换屋哦，那 50% 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哦。那前面讲到那个 50% 自住换屋，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哦。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哦。那 50% 的财富传承哦，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哦，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哦，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哦。财富传承哦，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哦。我居然还有观众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OK 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都会拍重大建设嘛？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 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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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个 go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讲故事讲故事，跟你分享一个会员的故事如有雷同那就雷同这次讲的是阿红。阿红也是中产阶级，那他就跟老婆商量好要把继承到的电梯2房出租掉，然后之前就没当过房东嘛，跑来问我说当房东注意什么。那我跟他讲几个要注意的地方，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这次想要找宅男工程师来当租客，可以拐他顺便有什么东西自己弄这样。结果怎样，后来他租给一个做八大的，不敢跟老婆讲后来是怎么被发现狗血。反正就是管理员打给阿红说事情结果他老婆接那管理员跟他老婆说那一间房子有人吵架，很多邻居抗议叫他们去管一下不然要报警了就这样。然后阿红看他老婆在住附近赶快就跑去看之前都是阿红自己处理，就开门是一个小女生，还穿那种很透的蕾丝内衣然后就没穿胸罩这样，反正就是这样，他这样也给他开门那阿红马上就戏就跟老婆一起来，然后还被看到这样他老婆脸色当然也不会很好。这次问那个小女生才知道说，这个小女生前男友找上门要复合要干嘛，然后大吵一架，然后要打算搬家，然后就可怜兮兮的问阿红说，阿红哥押金可不可以退给我，就这样在那边撒娇就支支吾吾不敢讲，老婆在旁边反正后面都处理好了，那女孩子也搬走。那阿红呢，他老婆就跟他说反正就生气冷战就是干嘛这样现在阿红夫妻在找租客就标准就不一样了，他老婆每次都要跟
就是怕阿红又精虫上脑，然后又不小心又租给八大，然后惹很多事情，钱没收到是小事，要是被人家跳了之类有没的，大概就是这样。再分享我自己跟另一个朋友遇到的故事，我先讲我朋友的，就是我不是会化妆整理很漂亮嘛，就像 IKEA 风全新整理，然后吸引女孩子。好，那还吸引到没有经济实力的女孩子，我讲给你听就是一房一厅，然后弄得很漂亮 ，IKEA 风黑胶唱片机什么都有，知道就知道我要讲哪一间。然后有人他就看591嘛，他自己在那边看，然后就有人来问结果来问的时候讲什么？那个对方租客只有一个人单身的女生19岁，他说他去打2份工来要租这间，因为这间很漂亮。这你敢不敢租？谁敢啊！我靠，就房子漂亮吸引到女生没错，但是女生也有分嘛，有经济实力没经济实力的。那个要是你给他住下去，我跟你讲后患无穷啊。如果他生活习惯很好或干嘛那个就再研究。可是就19岁的女生，以学校来说，她大学都还没毕业，然后还租这么漂亮的房子，然后一个人去扛那个房租，又不是他父母出面帮他租的，就感觉很奇怪那就不要。这个就是当房东的 sense， 你心里有要那个警报嘛，你不要看人家很漂亮，然后塞奶，然后你就要租给人家后面你都要负责去擦屁股，这样很麻烦。然后再来是我自己的我帮朋友租以前不懂真的是不懂给小没有经验嘛就租给八大的，真的是八大我有听那个前辈的教诲，就是说你要叫人家拿名片，看他是不是好的大的公司能拿出名片表示他有正常的工作反正就这样，然后请他拿名片，然后我们说我找一下，找妈的拿出一个就养生馆干部的名片给我就这样我然后就北兰嘛，我想好吧，这样也叫有名片，然后就租了后来是也没什么事情，只是说讲到那组租客，我还是觉得说我年轻的时候我怎么连这个都不懂就租给他们，很夸张有一次跟我说什么房租的事情，然后请我去现场拿，他们没有银行账户，什么很麻烦有没的麻烦，然后年轻的时候也不知道要怕有状况，我就去了去了以后是他当时来租的是那个男的结果这次应该是他女人来开门，就跟刚刚的那个故事一样，做八大的人就当然这也不是一开始打翻全部的人但是做八大的人他的那个思想观念跟我们比较不一样，就打开了嘞，一样蕾丝内衣所以阿红跟我讲这个故事我信，因为我自己遇过，还真的是这样，说不定他女人就是做养生馆的蕾丝内衣然后就反正就小可爱就对了一样没穿胸罩，就这样然后又年轻的女人然后怀孕大肚子，开门请我进去里面，然后要赚钱给我，就这样呢，很夸张呢。我们正常的女生女孩子开门是不会，你这样子你不敢开门你送外送或什么你绝对不敢开门结果八大这种反正我上班也穿这样我不知道我乱讲就这样开门了，吓一跳，很冲击呢真的是很冲击。她不是什么老阿伯她就是年轻女孩子然后怀孕大肚子，然后就像小可爱都要开门里面还有人呢，就喊在打电话还是什么，那房东来了然后那边讲房东坐一下，我去算钱给你，然后拿现金那边数，在数的时候我那边看他在数的时候也是弯腰那边数然后一点一点一张那边我们抖抖，我靠，很恐怖还好后来没出什么事情，后来他们自己就提前结束，说什么要调到哪边哇塞，反正他们就搬走，就顺顺利利就结束了。哇，对，所以我的经验是不要租给八大，会少很多事情。他们的观念就是跟我们一般正常上下班的那个中产阶级不太一样，这样他都敢开门，我不知道呢，就是想到还是频率不对了就不要跟他们那个族群去打交道，会比较理想，比较明哲保身。不是说我们现在有家庭有什么的要避嫌这个原因而已，而是哎呀，他全裸的几乎全裸这样开门，然后让陌生人进他房间，这样他都敢。那拖欠你房租对他来说会是什么问题吗？就是小事情嘛，一直催，到底在催什么就很可能会变成这个样子就这样了我现在回想起那个车头灯的，我现在想起来，我不是觉得兴奋，我会怕呢，就是我靠，怎么会这么夸张？你这样也敢开门，这样也敢叫我进去里面，然后点钱给我很夸张，真的是很夸张，频率不一样。